最近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在抖音上火了，它描述的是一位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和一个养蜂女人的故事。后来女人却教导了义理，歌曲如泣如诉，意境悠远。里面提到的义理、那拉提、可可托海都是在新疆，而古丽就在义理。很多人问古丽，这首歌中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呢？今天古丽就带你去可可托海一探究竟。可可托海距离义理1000多公里，是阿勒泰地区的富蕴县下的一个小镇。可可托海是3A级景区，也是国家地质公园，北边与蒙古国毗邻。可可托海镇区面积是17平方公里，全镇近5000人。可可托海镇属温带大陆性气候，有中国寒极之称。可可托海的自然灾害主要有雪灾、寒潮、融雪性洪灾等。雪灾平均3年一遇。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这首歌中的牧羊人，在这里遇到了一位养蜂女人，一个赶着羊群追逐草场为家，一个追逐花开花落，驼队驮着蜂箱，哪里开花哪是家。同样漂泊的2个人在可可托海不期而遇。牧羊人会经常送一些羊奶给养蜂女，养蜂女则会把蜂蜜放在牧羊人的毡房门口，2人渐渐产生了情愫。又到了山花凋谢的季节，养蜂女选择了离去，牧羊人却依然守在枯黄的草场，选择了等待。然而他等来的却是养蜂女嫁到义里的消息。原来自从养蜂女的丈夫去世后，还带着2个孩子，她不愿意拖累牧羊人，就在下雨的那个夜晚，赶着驼队默默地离开了。当她听到牧羊人还守在枯黄的草场等她的时候，她哭了。于是她就托人告诉牧羊人，她已经嫁人了。这就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动人故事。可是古丽来到可可托海，采访询问了当地的居民，他们都没有听过这个故事。刚开始有些怅然，后来古丽觉得，其实故事的真假已经不重要了，艺术都会经过加工创作，重要的是这首歌优美的旋律以及对新疆的宣传效果。歌词里面提到的可可托海和那拉提都是新疆最知名的风景名胜，一望无垠的草场和漫山遍野的山花，也确实养育了无数牧羊人和养蜂人。至少故事的背景是真真实实存在的，牧羊人和养蜂人在新疆也确实是最常见的职业之一。好了，最后让我们静下心来听听这首歌吧。也欢迎大家追寻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足迹，到可可托海和义里来旅游。那夜的雨也没注意，山谷的风一直不息，你的痛这仿佛还在我想起，告诉我你曾来多久。和你
你的那我知道那梦是在每一角出现的。